天塌了！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中国出口贸易商们此刻的真实写照。川普挥舞着关税大棒，精准地砸向了中国经济的命门。145%的高额关税如同一把利刃，刺穿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命脉。而更致命的是，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曾经被中国商家视为避风港的国家，如今却反戈一击，严查洗产地欺诈行为，彻底堵死了中国商品的逃生之路。中国经济的天空正被乌云笼罩，哀嚎声此起彼伏。曾经，中国商家靠着洗产地的小聪明，将商品伪装成韩国制造或通过新加坡转口，轻松绕过美国的高额关税。如今，韩国关税厅和新加坡政府同时亮剑，毫不留情地撕下了这层面纱。根据韩国关税厅的最新数据，2025年第一季度查获的假冒韩国制造商品金额高达295亿韩元，约2070万美元，其中97%直奔美国市场。而新加坡更是罕见发布警告，严禁利用其港口进行第三方转口违规操作。这场全世界联合灭共的风暴已经从东南亚席卷而来，中国商品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韩国这个中国商家眼中的关税避险天堂，如今成了他们的噩梦之地。韩国关税厅4月21日发布重磅消息，2025年第一季度查获的假冒韩国制造商品金额高达295亿韩元，相当于2024年全年查获总额348亿韩元的 85%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商品中有 97% 直接销往美国，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 145% 高额关税。具体案例让人瞠目结舌，比如一批中国制造的床垫被存放在韩国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仓库内，贴上韩国制造的标签后，大摇大摆地出口到美国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对中国产床垫加征了高额反倾销税，而韩国商品仅需缴纳 10% 的临时关税。还有更离谱的，价值33亿韩元的电池正极材料从中国运到韩国，简单换个包装，摇身一变成了韩国货。价值193亿韩元的监控摄像头零件也在韩国组装后，堂而皇之地贴上韩国标签出口美国。韩国关税厅的调查人员直言不讳，这种洗产地的伎俩早在川普第一次执政时就见过。如今卷土重来，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。为此，韩国海关成立了特别小组，是要将这些欺诈行为斩草除根。韩国政府担心，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韩国制造的国际信誉，还可能让本土企业蒙受损失。更重要的是，韩国即将与美国展开双边贸易谈判，打击假冒出口显然是在向美国表忠心，以换取更低的关税待遇。这对中国的打击有多大？我们来算一笔账。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，2024财年通过最低免税额政策进入美国的货物总量高达14亿件，其中中国跨境电商贡献了最大份额。而如今，随着韩国严查洗产地，这些原本可以曲线救国的商品将直接面对 145% 的关税。以一个年销售额1000万美元的中国卖家为例，假设毛利率为 15%， 原本可赚150万美元的利润。现在关税成本暴增，可能直接吞噬120万美元的利润，净利仅剩30万美元。更别提那些年销售额在50万美元以下的小商家，他们的利润率本来就只有 10% 至 15%， 这波打击几乎是灭顶之灾。如果说韩国的严查让中国商家心惊胆战，那么新加坡的警告则直接让他们绝望。4月21日，新加坡政府罕见发布声明，明确表示将严控第三方转口违规行为，禁止任何企业利用新加坡港口规避出口管制。
这无疑是在对中国商家敲响丧钟。过去，新加坡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中转站，是中国商品绕过美国关税的黄金通道。许多中国商家将商品运到新加坡港口，简单更换包装或伪造产地证明后，再转运到美国，轻松规避高额关税。根据彭博社的统计，2023年通过新加坡转口的中国商品占其对美出口的比重高达 12%。但如今，新加坡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正在对东南亚国家施加巨大压力，要求他们配合打击中国的贸易欺诈。新加坡显然不想因为帮中国而得罪美国，失去其在全球贸易中的中立地位。这一政策的后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，2024年，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额达到1010亿美元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转口贸易流向美国。现在，新加坡的严控意味着这些商品将失去保护伞，直接暴露在美国的关税炮火之下。更要命的是，新加坡还在加强与美国的情报合作，共享可疑货物的运输数据。这意味着中国商家即使想铤而走险，也几乎无处遁形。就在中国商家焦头烂额之际，烙饼师傅的东南亚之行却成了另一场悲剧。接连访问越南、马来西亚和柬埔寨，试图通过魅力攻势拉拢这些国家，共同对抗美国的关税压力。然而，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越南虽然签署了40多项合作协议，但同时也在向美国献殷勤，承诺打击中国商品的洗产地行为。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虽然表面上热情接待，但私下里却在与美国谈判，争取降低各自的关税税率。烙饼师傅呼吁共同抵制单边欺凌，但这番慷慨激昂的言辞却显得苍白无力。东南亚国家心知肚明，美国是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。2024年，越南对美出口额高达1360亿美元，马来西亚也有520亿美元。相比之下，中国虽然是这些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，但其高额贸易顺差，例如对越南的出口是进口的1.6倍，让这些国家颇为忌惮。他们害怕成为中国商品的倾销地，更不想因为站队中国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。更讽刺的是，川普毫不掩饰对烙饼师傅此行的嘲讽。他在白宫对记者直言，这就是一场可爱的会面，讨论的是如何搞乱美国。这句话虽然尖酸刻薄，却点破了东南亚国家的真实心态，他们既不想得罪中国，也绝不会为了中国而牺牲与美国的关系。烙饼师傅的东南亚之行，非但没有拉到盟友，反而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显得更加孤立。中国跨境电商的日子有多惨？看看数据就知道了。根据中国跨境电商协会的统计，目前在 Temu、速卖通和善等平台上活跃的中国商家超过50万家，直接带动就业人数超过200万。而这些商家中，有 40% 的年销售额在50万美元以下，利润率普遍只有 10% 至 15%。如今，韩国和新加坡的封堵，加上美国的 145% 关税，直接让这些商家陷入了绝境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，取消洗产地通道后，中国商品的成本将上涨 15% 至 35%。以 Temu 上热销的3美元运动袜为例，关税后可能涨到4美元，15美元的智能手表可能变成20美元。别小看这点涨幅，对于靠薄利多销存活的中国商家来说，这无异于釜底抽薪。更要命的是，60%的中国跨境商家的单件商品价格在10美元以下，关税成本几乎吃掉了全部利润。再来算一笔账，假设一个年销售额50万美元的小商家，毛利率 15%， 原本可赚 7.5 万美元。
现在10%的关税成本就增加了5万美元开支，利润直接腰斩到2.5万美元。如果关税上升到145%，成本将暴增72.5万美元，商家直接血本无归。据行业内部人士估算，这波政策冲击可能导致30%的中国跨境商家破产或退出美国市场，涉及至少60万人的生计。这还没算上物流、仓储等相关行业的连锁反应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中国电商的自救措施几乎无济于事。Temu 和 Shein 曾试图在美国设立本地仓库，学亚马逊的玩法来规避关税。但花旗银行的报告一针见血，这些仓库的覆盖率连总业务量的10%都不到，简直是杯水车薪。而且，本地仓储的成本占售价的8%至12%，加上物流费用5%至8%，让原本微薄的利润雪上加霜。那些指望高价值商品走本地仓库、低价商品继续洗产地的商家，现在连这最后一条路也被韩国和新加坡堵死。韩国、新加坡的倒戈，东南亚国家的墙头草态度，都在提醒中国，靠低价和监管套利打天下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。60万人的生计岌岌可危，数千亿的出口额命悬一线，中国经济的寒冬已经来袭。那些还在钢丝上跳舞的商家们，怕是等不到春天的到来。